Hello，大家好，欢迎收看最新一期节目，我是小编。女子刚和丈夫新婚2个月，就骑着丈夫送的摩托车偷偷和情人见面，结果却不幸溺水身亡。就在众人以为这是一起天道好轮回的事情时，真相居然发生了180度的反转。故事发生在中国江苏省的常州市。2013年5月10号这天，气温不冷不热，非常适合户外运动。在当地某个公园，就有个小伙子在围绕着人工湖晨跑，可跑着跑着，他就被一位大爷拦了下来。大爷的脸色有点慌张，顺着大爷指向的地方，男子发现湖面上有个奇怪的漂浮物，看起来很像是个女人。小伙子和大爷两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觉得甚是奇怪。两人找了一根木棍，推了漂浮物一下，不推不知道，一推吓一跳。漂浮物居然是具尸体，死者直勾勾的眼神以及苍白肿胀的脸庞，让小伙子赶紧报了句粗口压压惊。一个接着一个，路过的民众迅速围了过来，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着，这是谁家的女儿，又是谁家的妻子。发现尸体的地方是当地公园的人工湖，当时尸体就漂在公园斜拉桥的一侧，刚好就被路过的大爷发现。把死者打捞上来之后，警方就发现尸体已经开始发生肿胀。从外貌来看，死者的年纪在30岁左右，身高大概在1.6米附近。当时他穿着整齐，上半身是红色衣服，下半身则是黑色丝袜搭配高跟鞋，身上还有戒指、项链等首饰。如此说来，死者生前应该没有被侵犯或者打劫。由于平时到公园锻炼柔软的人很多，所以事情很快就传了开来。这个年轻的女子是谁？她为何会死在这里？在确定死者的身份之前，这些都是谜团。而在死者身上，法医没有找到明显的伤痕和淤青，只是在口鼻腔内发现了大量泡沫，应该是死者入水后挣扎形成的，也就是溺水死亡。溺亡的时间应该是在发现尸体前的10个小时左右，也就是前一晚9点到12点之间。在发现尸体后的当天下午4点左右，一个名叫李良的男子就急匆匆来到警局报案。对比警方出示的照片，李良就确认溺水身亡的人正是他的妻子，名字叫做廖红霞，当时只有27岁。面对突然遭遇不测的妻子，丈夫李良当即痛哭流涕。当时29岁的他在常州市已经工作了7、8年，2个月之前刚刚和妻子结婚。李良表示，当晚9点多时，自己到家之后发现妻子不在家，就打电话给妻子。妻子表示说自己要去练骑摩托车，可能会晚一点才回来。可到了11点多时，妻子仍旧迟迟未归，之后就一直保持失联的状态。不安的李良就开着面包车外出找人，但兜了一圈后空手而归。回家后，李良就认为妻子可能临时找朋友聚会，并在那里暂住。可是一直等到第二天下午时，他发现还是无法联系上妻子，这才来到警局报案。李良猜测妻子有可能是骑电动车时不慎落水，因为新买的电动车很不好操作，最高时速能够达到70多码。而李良不停地责怪自己，说不该给妻子买电动车。在公园斜拉桥另一侧的湖底，警方就捞出了一辆电动摩托车。当时电动车开关处于启动位置，而在斜拉桥的桥面边缘上，警方还发现了一道新鲜的擦痕，无论是宽度还是方向，都很像是被摩托车剐蹭的。而在警局里，李良就放声大哭，泪流满面。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情深处，更何况他当时刚刚和妻子结婚2个多月。通过调取监控，警方就还原了死者当晚的活动轨迹。5月9号晚上8点57分，死者廖红霞就骑着电动车离开了住所。在9点21分时，他就出现在了人工湖所在的公园。从监控视频来看，廖红霞骑电动车似乎很熟练，刹车变道转弯，动作行云流水，根本不像是新手。退一步讲，即使廖红霞是要出去练车，那他为何不在小区附近练，非要到离家10几公里外的人工湖练？这不是舍近求远吗？所以警方就觉得他出门应该还有其他目的。但是桥面的划痕还有车辆的状态又表明，整件事确实看起来像是意外。
获悉女儿的死讯后，廖红霞的父母就从老家赶到了常州。对于这个噩耗，他们久久无法接受。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痛苦，让他们迟迟没有在死亡证明书上签字确认。母亲表示自己早年离异，带着女儿改嫁到外地，后来女儿早就辍学打工，2个月之前才刚刚结婚。原以为女儿找了个好人家，没想到却突然离世。除了父母之外，丈夫李良也觉得妻子死得不明不白，他们不认可鉴定书上的结论，要求警方重新调查。事实上，警方早期的尸检也只能证明廖红霞是溺水死亡，但是为什么会溺水，警方也曾有疑惑。事发公园的人工湖没有足够的路灯，一到晚上就是黑漆漆一片，照明条件很差。如果骑电动车不开灯，是很难看得清前面的路。而就在警方准备调取死者的通话记录时，她的丈夫就来到警局，说自己给妻子新买的苹果手机不见了。他还主动要求警方派人打捞，而刑警就觉得有点意外。对比你妻子的后事，打捞手机这种小事应该排在后面，而且警方不用打捞手机也能调取死者的通话记录。而警方询问李良，你妻子手机里是不是有重要资料，但他又吞吞吐吐说没有。后来李良就索性自己花2000块找人下水打捞，最后还真的捞到了妻子的手机，然后又马上把它交给警方。通话记录显示，当晚死者一共接了3个电话，3者都来源于尾号是716的手机，而最后一个拨入电话是在9点50分，在短短7分钟之后，死者就骑车离开了小区，似乎就是为了外出赴约。警方找到了死者生前的一位女性友人，当时有人经营着一家理发店，就住在小区住所对面。她表示，在事发当晚，廖红霞来过自己店里，2个人还商量着晚上去哪里玩。期间廖红霞接了个电话，然后就匆匆离开了。警方就推断，当晚给廖红霞打电话的人极有可能和她在一起，她或许知道背后的真相。结果一查，发现机主是廖红霞的姐姐，但姐姐表示，虽然号码的登记主人是她，但一直是妹妹廖红霞在用。但是廖红霞又不可能会给自己打电话，所以警方又询问了她的丈夫，而丈夫就说这个号码他也用过，但是后来又还给了妻子，至于最后妻子送给谁用，那他就不清楚了。警方找到当时和死者住在一起的弟弟，弟弟就说可能是九哥在用。这个九哥呢，是姐夫李良的老乡，原名叫做周九伟，有一段时间住在姐姐家里，但是在姐姐出事的前几天就突然搬走了。难道说打电话的人是周九伟吗？如果真的是这样，那案发当晚他大概率也去过人工湖。很快，一辆出租车就引起了警方的注意，因为车里的乘客正是周九伟，行驶的方向就是人工湖。在到达人工湖后，直到当晚半夜4点多时，他才打车离开。而在他离开的出租车司机就表示，当时这位乘客付款的现金是湿的，所以问题来了，平白无故的周九伟身上的钱怎么会变湿的呢？警方隐隐约约觉得廖红霞的死和他有关。在事发1个月后，警方就终于找到了周九伟。他向警方坦白，自己和死者确实有私情，2人是在事发前1个月好上的。5月9号那晚，自己确实致电廖红霞，约她到人工湖见面。当时自己先打车过去公园，到了晚上9点半左右，情人才骑着电动车赶来。见面后，2人在湖边一边散步一边聊天，直到11点左右时，廖红霞提出想回家。结果开到斜拉桥那里时，因为速度过快还有光线昏暗，2个人就不小心冲进了湖里。周九伟表示，跌入湖中之后，他根本就顾不上理会廖红霞，自己一直拼命挣扎才爬到了岸边。结果上岸后就看到情人飘了起来，估计已经是溺水身亡。当时他自己不知道如何是好，就在岸上白白等着，直到快天亮时才离开。没有报警和通知李良，也是因为害怕自己偷情的事情被人发现。根据资料，事发的人工湖并不深，大概有 1.45 米，但是湖底呢还有一层3到5厘米厚的淤泥。当时死者穿着10厘米高的高跟鞋，高跟鞋的底部也沾有淤泥，这说明廖红霞在落水之后，她的双脚曾经接触湖底。廖红霞身高1.6米，算上将近10厘米的高跟鞋，身高就来到了1.7米。按照成年人的标准，
人的额头距离嘴巴一般都是20厘米左右，也就是说，廖红霞跌入水中后，如果她能够在水中保持站立，那水面就应该到她嘴巴附近的高度。虽然当时天气不是很冷，但是不会游泳的廖红霞，假如坠湖之后太过慌乱，也可能会发生溺水。那当然还存在另外一种可能，廖红霞在入水之后，可能被人强迫按在水中，导致她无法呼吸，最终活活溺死。而在查看廖红霞高跟鞋上的淤泥分布特征之后，警方就觉得不能完全排除这个假设。警方多次审问周九伟，他却一口咬定这是意外，自己的责任最多也只是见死不救。警方也很无奈，因为事发点刚好没有监控，也没有路过的目击者。而在审讯陷入僵局时，死者的丈夫李良出现了。在听说妻子是去偷腥才发生不测后，他就多次来到警局，想找周九伟发泄。几乎每次他都得在警局里开骂，我把你当兄弟，你却跟我老婆甜蜜蜜，不知道朋友妻不可欺吗？看着喊打喊杀的李良，值班警员也只能是好言相劝。警方本以为李良3番5次来到警局是想看看自己这顶帽子有多绿，但是最后他们发现这家伙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他过来警局的真正目的是想索要妻子死于意外的证明书。之前拒绝在死亡证明书上签字，要求警方彻查的人是他，现在调查有了眉目，他却急着要死亡证明，这种前后反差让警方觉得很是奇怪。就在李良离开没多久之后，死者的父母也来到了警局。在听说女儿的死和一个男人有关后，他们也来询问调查的进展。同时他们还反映了一个情况，女儿生前买过保险，还是人身意外险，是女婿在婚后第3天为女儿购买的，保额100万元人民币。警方联系了保险公司，结果惊讶地发现死者还有另外一份保险，价值整整300万元人民币，还附带了50万元的旅游意外险，也是由丈夫李良购买。2份保险的理赔加起来足足有450万元。一般来说，像死者这样的普通家庭和普通职业是很少购买这么高赔率的保险。而对此，丈夫就解释说，自己周围的亲朋好友有类似的经历，因为没有买保险，导致意外来临时孤立无援。而根据保险公司提供的资料，李良为妻子买了2份保险，受益人一开始写的是子女，但是在购买几天之后，他就将受益人改成了他本人，这很难不让人浮想联翩。周围人表示，李良这个人很舍得为他的妻子花钱，买戒指、买项链、买手机。在廖红霞的弟弟看来，姐姐和姐夫2个人的感情也一直很好，只是闪婚的速度有点令人吃惊，在相识13天之后就匆匆领证结婚。而在事发当晚，姐姐外出没有回家时，姐夫还开车出去找人，到了凌晨时，姐夫又出门去找姐姐。而警方就发现，李良在遇到现任妻子之前，曾经有过一段婚姻，还有1儿1女，年初时才离婚。而在离婚半个月之后，他就通过微信摇一摇的方式认识了廖红霞，并且主动追求她。而在事业上，李良还曾经开过一个网吧，但是在案发前1年就不幸倒闭。而在妻子出事时，李良并没有正当职业，经济状况也非常的一般，他还欠了亲朋好友几十万的债务。但是即便如此，他还是花很多钱给妻子买了高额的保险。根据周九伟和李良的不同表现，警方就把他们分开审讯。他们故意误导周九伟，说死者的丈夫已经交代了实情。而在警方的威逼利诱下，周九伟的心理防线终于彻底崩溃。他承认情人廖红霞的死不是意外。在5月9号晚上，他把情人约出来，就是为了动手杀她。可是面对这样一个和自己有肌肤之亲的女人，周九伟是无比犹豫和矛盾。直到情人吵着要回家时，他才下狠心开始动手。在回去时，周九伟就主动提出自己来骑车，并让情人坐在后座。在骑到斜拉桥栏杆缺损处时，他就故意把电动车拐进湖里。落水之后，因为水不深，他和情人几乎同时在湖里站了起来。他趁着晚上没有人，他就把情人的头按在水里，直到情人不再挣扎，自己才松手上岸。周九伟表示，杀害情人的事情其实已经谋划了3个多月，
而幕后主使就是廖红霞的丈夫李良。李良计划通过借刀杀人骗取高额保险金，他还答应事成之后分给自己20万。按照周九伟的说法，他帮李良实施这个计划并不只是为了钱。在案发前几年，周九伟一直跟着李良在常州打工，经常得到李良的关照，常年漂泊在外，有个人像兄弟那样照顾自己，周九伟自然是心存感激。李良说要他帮忙杀人，他二话不说就照做了。而面对指证，李良却一口否认，他始终坚持自己是受害者，但是在一系列铁证面前，他还是没法抵赖，最后只能如实交代自己的犯罪罪行。李良说，他和妻子廖红霞此前无冤无仇，杀他的目的就是求财。在2012年年底时，李良经营的网吧不幸倒闭，彻底没了经济来源。更迫在眉睫的是，他还有一堆债务要在2013年6月前偿还。但一时之间，李良根本没法凑齐这么多钱，于是他就学着电视剧的套路，产生了骗保的想法。为了方便操作，他直接和前任妻子离了婚。2013年2月，在离婚几天之后，他就通过微信摇一摇的方式认识了廖红霞。当时廖红霞在常州打工多年，工作也一直不稳定，同是天涯沦落人，两人很快就熟络了起来。原本就缺爱的廖红霞被李良的甜言蜜语骗得团团转，一直以为自己遇到了个真命天子，不料对方实际上是真命天子。认识13天之后，两人就草草领了结婚证，并住在了一起，既没有摆酒庆祝，也没有事先拜访彼此的父母。李良表示，他当时自己也没有想到廖红霞会这么快同意闪婚的要求，但是快一点总比慢点好。为了迷惑廖红霞，在短短1个多月的时间里，自己就给她买了很多礼物。而在廖红霞身上，他花了大概有5万多元。婚后的廖红霞没有外出工作，一直享受着丈夫的关怀。可她不知道的是，此时她的丈夫手里已经拿着死神的镰刀。当时李良负责出谋划策，周九伟则负责具体实施。而在给妻子买了450万元的保险之后，李良就让周九伟住进了自己租的房子里。期间他还故意不和妻子同房，给好友和妻子制造独处的机会，让好友有意无意勾引妻子。而妻子廖红霞明知道自己和丈夫刚结婚不久，可是在周九伟强大的攻势下，她还是沦陷了，经常趁丈夫不在住所时和周九伟偷情。那后来在了解到妻子不会游泳后，李良就决定采用溺水身亡的方式骗保。有一次在带廖红霞外出游玩时，李良就看到了人工湖，湖边的斜拉桥上缺了一面栏杆，这样的机会简直是千载难逢。在妻子去世几天后，李良就向保险公司咨询了理赔的事情。与此同时，为了混淆警方的调查，他还上演了报警找妻、雇人打捞手机以及要求警方彻查案件的戏码，但最后依然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后来当地法庭就开庭审理了此案，谋划了整个计划的李良就被判处死刑，而实施计划的周九伟则被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另外说到这里，就不得不提下保险的后续。其实案发之后，保险公司也曾经询问过警方，廖红霞到底是不是死于意外，而警方早期的结论也是偏向于意外，奈何死者的丈夫怎么也不肯确认，还坚决要求警方重新调查，这才有了后面的事情。确定廖红霞的死不是意外后，保险公司就一直以为自己不用赔钱，但是让他们没想到的事情还是出现了。因为案发之后，廖红霞的家人就起诉了他们，要求他们赔偿300万元保险费。而法庭之上，保险公司的律师就认为，投保人和受益人都是死者的丈夫李良，那既然他是杀妻骗保，那保险公司肯定就不用赔钱。但是好巧不巧，李良在为妻子购买这份保险时，投保合同上写的是妻子的名字，而且保险公司也和他妻子确认过，他妻子也知道有这份保险。所以从书面来说，投保人是死者廖红霞，受益人是她丈夫，两者是不同的人，所以保险公司还是得赔钱。即使大家都知道保险是死者丈夫购买的，但是法律是以书面文件为准，书面上写的名字是廖红霞，那就是廖红霞。只不过原始受益人李良因为他是凶手，所以他就丧失了获益的资格，改为由死者的家人获益。而对于死者廖红霞来说，在短短2个多月之内，他犯下了2个致命错误。
第一次是用社交媒体认识的李良，被对方的物质还有情感麻痹，仅仅10多天之后，他就掉进了对方的陷阱。而她第二个错误则是没有守住自己的底线，沦陷在丈夫好友的暧昧中。也许是因为真的缺爱，又也许是因为智商真的很菜。总之，廖红霞信了不该信的人，做了不该做的事情。但对比死者，手持镰刀的丈夫和情人才是最大的恶人。我是小渊，我们下期再见。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最新期节目，我是小渊。故事发生在中国江西省的上饶市。2007年12月28号，当地一对男女喜结连理，男的名为陈志显，妻子名为余霞。两人是通过媒人介绍相互认识。当时陈志显对余霞的感觉就觉得她是个朴实的农村女孩，一定能成为贤妻良母。此后两人生下3个女儿，妻子成为全职家庭主妇，丈夫则是货运司机，在老家周边跑运输，赚的都是辛苦钱。出于对家人的想念，陈志贤每周都会回一次家。货车司机这种工作危险系数高，但每次看到一边叫爸爸一边跑过来与自己拥抱的女儿，陈志贤便觉得一切都值得。总有一天他要靠自己的努力让家人过上优渥的生活。可期望越大，失望越大，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全心全意的付出，到后来终究是一场错付。大概在2019年时，陈志显转了行，开始在外地打工，从事全屋定制家具行业。期间每个月会回2、3次老家，看望在老家的妻子和孩子，同时会把赚来的大部分收入交给妻子，自己只留一小部分作为基本开销。有一次回到家后，妻子突然提出想去跟别人跑工程的想法。所谓的跑工程就有点像推销员，主动去找一些施工单位，把货品卖给他们。但妻子这个想法遭到了丈夫的否定。丈夫觉得家里的收入状况虽然一般，但也不至于很窘迫，而且3个女儿都需要有人照顾。加上跑工程这种事情，经常要面对各种牛鬼蛇神，他害怕没有经验的妻子上当受骗。为了让妻子回心转意，陈志显承诺会努力赚钱，让日子越过越好。在经历一天的奔波后，那一晚陈志显没有感到丝毫疲惫，他辗转难眠，甚至有点不安。考虑到常年在外地打工，如果亲人发生紧急情况，自己没法立即赶回来。刚好妻子的手机跟自己是同一个品牌，所以他一时鬼使神差，在妻子手机里开启了位置共享。2021年某天，像往常一样，陈志显从外地回到家里，可到家后却发现妻子不见踪影。打电话找人时，妻子说自己在外面处理事情。一时兴起的陈志显就用手机的位置共享功能确定了妻子的行踪。他有点吃惊，因为妻子根本不在老家上饶，而是跑到了浙江省的衢州市。更让他难以接受的是，手机定位显示的位置是一家宾馆。陈志显有点不知所措，隐约闻到了青青大草原的味道。他连夜赶到衢州，在涉事宾馆门外，他看到了自己一位男性朋友的车辆。陈志显悄悄拍了照片，然后埋伏在这家宾馆的前台。在等待妻子出现前，他一直努力说服自己，手机定位有误差，可能妻子只是在附近。可等了一会儿后，还是看到了妻子。当时他从电梯里走出来，身边随行的还有一名男子，是衢州做工程的一个老板。外面那辆车就是他本人的。两人从电梯出来后，只退了1张房卡。满腔怒火的陈志显立刻明白了一切，他直接上去分别扇了2个人一巴掌。因为这一巴掌，3人发生了肢体冲突。在警方的调解下，3人才没有继续动手。回家路上，陈志显不停和妻子争吵，他怒斥妻子不忠，妻子则坚持自己没有出轨，和刚才那名男子相见只是商量跟业务有关的事情。被妻子这么一说，陈志显就更生气了。你当我是傻子吗？商量业务需要跑到宾馆商量吗？因为这件事，妻子余霞一气之下
回到了娘家，还拉黑了丈夫的号码。稍微冷静下来后，陈志显觉得如果妻子肯回头，自己就不再追究。此时的他依然还抱有一丝侥幸，毕竟没看到妻子和其他男人从客房里走出来。可到了3月份时，陈志显发现妻子又多次瞒着自己偷偷跑到衢州。夫妻2人撕破脸后，余霞带着小女儿回了娘家，彻底跟丈夫断了联系。看着在屋外玩耍的大女儿和二女儿，陈志显产生了疑心，因为妻子对3个女儿的态度明显不同，而且有一个跟自己越看越不像。他决定带去做亲子鉴定，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2个女儿竟然都不是自己亲生的。隔天，他拿着鉴定报告来到岳母家，准备向妻子要说法。当时妻子刚好外出，只有岳母一个人在家。还没聊上几句，陈志显就和岳母吵了起来，期间还推了岳母一把，导致他摔坐在地上受了伤，被医院鉴定为2级轻伤。一时之间，村里村外都知道这件事情。有人说陈志显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谁叫你常年往外面跑呢？也有人议论他妻子是水性杨花，耐不住寂寞，在外面偷情。事发后，陈志显觉得无比憋屈，手上的烟是一根又一根。他开始回忆和妻子相处的细节，不想不要紧，一想下去，他对小女儿的身份也起了疑心。前面2个不是我的骨肉，小女儿总应该是吧？隔天，忐忑不安的他就带着当时只有4岁的小女儿到医院做了 DNA 鉴定。4月26号，鉴定结果出炉，小女儿也不是亲生的。万念俱灰的他再次来到岳母的家，在向岳母讨说法的过程中，双方再次发生冲突，导致陈志显被取保候审。不过考虑到行为情节危害不大，不构成犯罪，所以最后当地检察院并没有起诉。陈志显告诉记者，在小女儿鉴定结果出来前，只要妻子能主动认错，从此以后做个贤妻良母，那他最后一份报告看都不会看。可一次又一次的忍让，换来的却是一次又一次的痴心错付。从2007年结婚到2023年，他常年在外地辛苦赚钱养家，全心全意对这个家庭。可到头来，整整16年时间的付出，却在一夜之间化为乌有。孩子没了，家没了，所有的东西都没了。被妻子欺骗了16年，陈志显心如刀割。不顾周围人的劝阻，他决定曝光妻子的行为。他找到当地电视台倾诉了自己的遭遇。事情曝光后，不出意外，陈志显被推到了舆论中心。有人劝他看开点，既然对方不爱你，那就直接和他离婚。把事情弄得满城皆知，无异于是对自己和孩子的再次伤害。其实对于陈志显来说，做出此举是希望妻子能意识到错误，也希望曾和妻子有染的男人能站出来，敢做就要敢认。可陈志显不但没有得到想要的答案，反而还收到了妻子精心准备的一份大礼。2022年5月28号晚上，为了报复将事情公开的丈夫，陈志显的妻子和情人吴某用电工胶布将2个闪光雷放在陈志显房门，还把一个冲天炮烟花爆竹放在房子后面卫生间的窗户上，在上面绑了个蚊香，用来延迟引爆爆竹。到了夜深人静的后半夜，一声巨响直接把窗户玻璃给震碎。事发后，陈志显报了警，警方很快就锁定了证据，拘捕了陈志显的妻子余霞以及他的情人吴某。审讯时，2人承认了彼此间的不正当关系。事后，警方将2人拘留了几天。这件事让陈志显心脏不好的父亲因受到惊吓，在医院住了好一阵子。妻子伙同情人做出如此事情，再次刷新了陈志显的认知。他无法想象将来妻子还会做什么，一边是提心吊胆，一边是痛苦不堪，双重折磨下，经常夜不能寐。每次睡觉前，他都需要用酒精麻痹自己。可俗话有说，酒入愁肠，愁更愁。对于整件事情，
妻子余霞是如何回应的呢？事发后有记者采访了她，妻子认为丈夫就是在博取网友的同情，无非就是想要流量。她指责丈夫天天待在家里玩，天天在闹，有意思吗？但被问到孩子是否是亲生时，她没有正面回应。她表示自己曾多次要求离婚，奈何丈夫一直不同意。不但如此，自己还曾被丈夫打伤住院，半夜到丈夫家里放爆竹的原因就是为了报复，因为之前丈夫把母亲的家都给砸了，还让母亲摔伤。对于那次和丈夫在宾馆前台的相遇，于女士解释说，当时自己刚好在外地，一时赶不回去，才临时入住宾馆。当天那个男人只是自己的合作伙伴，刚好有空来接自己，不存在所谓的出轨。在这里，小渊给大家分享几句于女士本人的几句原话。第一句， DNA 检测也不是100%准确。第二句，我不认为我出轨了，血缘关系有那么重要吗？最后一句，孩子都叫你爸爸10几年了，还做亲子鉴定，你跟畜生有什么区别？对于于女士的金句，小渊我只能表示，坏人说坏话是正常的，可如果坏人说坏话时还理直气壮，那就一点都不正常了。为了讨回公道，陈志显在社交媒体上开设了账号，一边向民众倾诉遭遇，一边分享维权进程。在很短的时间内，他的粉丝就暴涨到60多万。可不知为何，在前不久，他的账号突然被禁止直播。目前，陈志显已经委托律师向法院提起了诉讼，包括追究妻子爆竹炸家事件的刑事责任。如果后续有其他的证据，会追究其重婚罪；如果不能追究，就起诉离婚。面对镜头，他态度坚定，表示已经提出了索赔诉求，每个孩子10万元人民币，一共是30万。2023年12月24号，陈志显向记者展示了来自法院的传票，上面显示，主要起诉案由是离婚纠纷和人格权纠纷。在4天后的28号开庭当天，陈志显又爆出新证据，证明妻子2022年时生下了第4胎，陪产人正是和他有不正当关系的吴某。这个吴某就是前文中被提的吴某。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吴某同样已婚，家里还养育着2个孩子。陈志显表示，起初自己也不知道，是有人悄悄告诉自己，你妻子又生了个女儿，自己这才让律师协助确认。医院相关的记录显示，2022年11月，余霞的确生下1名女婴，病历上除了她本人的签字，还有另一人的签字陈杰显。这个陈杰显还留下了电话号码，号码属于吴某。如此说来，吴某就是余霞的陪产人。陈志显认为，吴某大概率冒充了他的签字，把志错写成了杰。有记者曾联系过吴某，获悉陈志显把自己的照片公开后，他非常生气。他认为把过错完全推在自己身上是非常不恰当的做法。吴某说自己跟于某已经分开了很久，从这句话来看，似乎2人曾经确实存在纠葛。对于妻子余霞在风口浪尖还敢做出此事，很多人都表示无法理解。也许她对丈夫的爱真的已经荡然无存，又也许她是想以此再次报复丈夫。你把我推到镁光灯下，那我就买1送3，送多一顶绿帽给你。令人无奈的是，从2021年发现妻子出轨到现在，陈志显仍无法确定3个女儿的生父究竟是谁。他有怀疑对象，但没法确定。目前民众对此事的关注主要有3个方面，其一是陈志显妻子的违法问题，例如是否犯了重婚罪。法律界对重婚罪的定义主要有2种，一种是在法律上结了2次婚，就是有2张结婚证的意思。第二种就是在法律婚姻之外还有事实婚姻，以夫妻的名义共同生活。据公开的消息，陈志显的妻子在婚内没有和其他男人领证结婚，也没有长期和出轨对象同居，所以从法律上看很难构成重婚罪。第二方面是跟钱有关的问题，这个问题又可以分为2个方面。其一是陈志显提出的赔偿诉求，有人认为估计很难成功。
因为按照以往的案例，法院很少支持男方对女方提出的高额索赔。就这起案件来说，于女士大部分时间都在家里照顾孩子，根本没有什么财产可以被强制执行。退一步讲，就算索赔诉求被法院支持，可平心而论，这笔赔偿也是这么多年来他上交给妻子的收入。其二则是夫妻共同财产的分割和债务问题。在一次开庭时，陈志显的妻子要求分割房产，也就是两人老家中那座3层小洋房。岳母告诉记者，前几年女婿盖新房时，自己曾拿了1.8万元支持他。对于妻子这个要求，陈志显的姐姐则出庭作证。他说自己此前是某建设集团的员工，期间获得了一套房屋产权，但后来将其送给弟弟，让其改建成今天的小洋房。所以他们认为，在严格意义上来说，这套房子应该是弟弟所有。至于债务方面，陈志显说妻子曾背着自己偷偷贷了30万元人民币，说是用于跑业务和投资的需要。这笔债务是否已经还清，又或者两人是否还有其他债务，这些都是需要摆到明面上来算的。最后一个是几个孩子的抚养权问题。正如陈志显说的，3个孩子和我都没有任何血缘，我在法律上没有抚养的责任，在道德上也没有这个义务，不要用孩子绑架我。在支持陈志显维权的同时，也有人对他提出了质疑。首先，陈志显的岳母告诉记者，女儿在2008年生下大女儿后就被女婿赶回娘家，因为对方要的是儿子。他还说女婿一直家暴女儿于下，如果不是村里人及时发现，女儿很可能会死在女婿家。对于岳母这番话，陈志显不予认同。他表示自己从来没有重男轻女的习惯，在当年生了大女儿后，自己就不太想继续要孩子。但妻子觉得生2个能让孩子有个伴儿，所以就生下了2女儿。在2女儿出世后，妻子又说想给自己生个儿子，但自己也拒绝了，因为有2个孩子已经够了，再生一个会带来很大压力，因为家里只有1个人在赚钱。后来妻子以避孕套破了为由，说不小心中招了，事已至此，就只能让妻子把小女儿生了下来。把事情曝光对孩子也是一种伤害，整件事情孩子没有一点错，却要承受别人的议论和指点，甚至会形成心理阴影。对于这些质疑，陈志显表示他从头到尾都尽最大努力保护孩子的隐私。他强调，舆论不能只抓着这个指责他，造成如今后果的人是妻子。作为一个已经是人妻的成年人，他做这些事的时候，为何不考虑是否会给家人带来痛苦？不在公平立场上一边倒指责男人，这本身就不公平。但也有网友猜测，作为一个养育着3个孩子的妻子，看到家里只有丈夫一个人辛苦赚钱，她应该也有想过要为丈夫分担压力，这才想着出去跑业务，甚至不惜贷款30万。每个当过爸爸的人都知道，孩子永远是最大的软肋。即使受了这么大的打击，陈志显说自己依然还爱着孩子，孩子永远是无辜的。但事发后，3个女儿却把他当成了熟悉的陌生人，甚至是敌人。从2022年3月开始，双方就没有相见。因为妻子出轨这件事，在将近1年时间里，陈志显一直没有外出务工，一直靠亲朋好友借钱维权。前不久借了16万元人民币。面对有人说自己想用此事炒作，然后获取流量、直播带货的说法，他表示自己靠直播赚的钱，平均1个月只有1000多元人民币，而且这些钱的大部分都被自己在直播间发红包发出去了。直播的目的是为了引发舆论关注，推动事件尽快解决，让不讲道德的人受到应有的处罚，而不是为了赚钱。可目前不知因为什么原因，社交账号的直播功能突然被关闭。16年前的2008年12月28号，是陈志显和妻子喜结连理的日子。可16年后的2023年12月28号，夫妻2人却对簿公堂。用陈志显的话来说，就是感觉自己像是做了一场噩梦。比噩梦更可怕的是，这场梦是真的。目前案件依然在审理中，
关注小渊，及时了解最新消息。我是小渊，我们下期再见。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最新一期节目，我是小渊。今天我们来讲一个很特别的案件。一个男人在他父亲去世后，居然继承了他父亲的10几个妻子，也就是他曾经的母亲。不但如此，这个男子还证明了我是我爸的事实。那出于遵守社区准则的原因，小渊会以一种特别的角度阐述该案。制作不易，希望大家看完后长按点赞键支持一下。事情还得从2002年美国的犹他州说起。在当时，美国刚刚举行了第19届冬奥会，全美的焦点都集中在这件事情上。人们讨论的最多的话题就是这届冬奥会上的比赛。不管比赛是胜利还是失败，人们都为比赛的紧张和刺激感到兴奋。可在犹他州的某个教堂里，有这么一群人却完全不同。他们面色沉重，因为他们92岁高龄的教主鲁伦·奥尔雷德在前几天因病去世。他活到92岁才见耶稣，也算是寿终正寝。可鲁伦却留下了一滩的罪恶。围在棺材旁边的是几十个不同年纪的女人，年纪涵盖老中小。他不知道的人还以为这是个大家族，可实际上这些女人大多都是死者的妻子。对的，你没听错。那为何这个老人会有这么多位妻子呢？这还得从这位老人管理的这个教会说起。教会的全名呢，是基本教义派的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简称 FLDS。 简单来说，它是摩门教 LDS 的一个分支，只不过后来自己单飞了。那为什么这个 FLDS 要单飞呢？因为在美国很多州是不允许一夫多妻制度的，而 LDS 为了获得美国州政府的认可，在1890年时结束了一夫多妻制度。可有些教员呢却并不买单，所以便脱离 LDS 自立门户，创建了 FLDS， 并且继续实行一夫多妻的制度。那回到葬礼上，在这群女人中呢，有人表现得如丧尸这样般痛苦，那也有人面无表情，心如死灰，那更有人一脸疑惑，甚至惶恐不已。因为就在此前，这位92岁的老教主告诉他们，一旦盐湖城顺利举办冬奥会，那世界末日将会到来。那盐湖城呢，将会彻底消失在犹他州的土地上，万物的生灵都会随之毁灭。那为了避免被毁灭，老教主呢，甚至命令教会搬到了犹他州和亚利桑那州的边界。而就当教员祈祷世界安宁时，冬奥会居然如期举办了。那老教主的权威第一次面临着严峻的挑战。那看着躺在棺材里一动不动的老教主，许多教会成员面面相觑。为何冬奥会举办后世界没有毁灭？老教主就真的会像他生前所说的，自己会因为拥有多位妻子死而复生吗？看着躺在棺材里的父亲，老教主的儿子沃伦·杰夫斯心急如焚。他觉得必须想出一个办法来稳住局面。若是有人起了个质疑的苗头，那接下来他就没办法统治教会了。一番沉思后，他走上主持台说道：“大家不用担心，几天后老教主就会复活了。”那出乎意料但不出意外的是，老教主真的复活了。只不过大家发现，复活的老教主变得更加年轻了，而且长相和他的儿子沃伦一模一样。沃伦模仿老教主说话的节奏，缓缓地同台下的教员说道：“我的灵魂已经注入到沃伦身上，我就是你们的老教主鲁伦·奥尔雷德，沃伦就是我。”他凭借手中权力的加持，短短几句话，沃伦
就成功证明了我是我爸。在葬礼结束后的每天早上，沃伦会把所有人喊到一起用餐，而在餐桌上，他会说出父亲几个妻子的名字，还说自己昨晚在梦境中遇到了他们。而被点到名的女教员呢，有一些是无比的激动，他们从座位起身，跪在沃伦旁边，声情并茂地说道：“亲爱的，我就知道你一直都在我们身边。”那被点名的这些老婆中，虽然的确有人坚信老教主已经复活在沃伦身上，但也有人心生怀疑。可迫于沃伦的权利，他们并没有直接提出质疑。而在鲁伦复活后的每天早上，他都会询问这群曾经是他妻子的女人：“今天谁愿意回到我的身边？”那也许是自愿，又也许是被迫。那最终大概有10几个人选择回到了鲁伦身边。那正如这张照片所展示的，上面排成一条队伍的女人，就是沃伦从父亲继承而来的妻子。虽然沃伦顺利登基当上了教主，但还是存在很多不听话的教员。例如一些女教员，已经受过上一任教主宠幸的她们，不愿意再继续侍奉沃伦。那为了摆脱教会的控制，其中有些人呢还偷偷逃跑。那为了让这些人乖乖臣服，沃伦可以说是费尽心思。例如下令修高基地的围墙，在上面增设铁丝网，在园区里又疯狂加装摄像头，而且还减少了教员自由活动的时间，严格控制派发给教员的物资。那同时还把园区所有有害的书籍烧毁，大力宣传自我奉献，要求教员在位工作的收入全部上缴给教会。那当然，这种物理上的措施呢，顶多只是震慑作用。真正能够巩固自己地位的措施是收买人心。所以沃伦一上台后就火速提拔了一批长老，把这批人的忠心当作矛，去压制其他教员的反抗。那同时，为了避免被这把矛误伤，沃伦决定对业绩突出的长老进行论功奖赏，谁财产上交得多，谁就可以优先选择园区的资源。只要你贡献到位，任何女教员都可以赐给你做老婆。那不管他们是否已婚，又或者是否已成年。可这种操作呢，会面临2个难题。其一，教会里如果男性过多，那就得准备很多女性作为奖品。可这些奖品呢，并不是市场上那些蔬菜，每天卖完后呢，就可以立即进货。那怎么办呢？沃伦的办法很简单，也很暴力，直接将教会里许多未成年的男孩子赶出教会，让他们流浪在街头或者自食其力。那之所以会赶走这些人，是因为年纪问题。这群人呢，他们无法工作，没有办法为教会带来收入，甚至教会还要反过来负责他们的吃喝拉撒。而女教员则不同了，她不但可以作为奖品，还可以用作向政府申请救助金的筹码。从2002年成为教主后的2年时间里，虽然教会中一直有各种棘手事务，但这丝毫没有让沃伦觉得劳累。相反，他还不断把魔爪伸向女教员，以此释放自己的天性。那其中就包括许多未成年女孩。那算上父亲继承来的10几位妻子，沃伦前前后后一共娶了80多位教员。那其中呢，就包括许多未成年少女。那前前后后更是生下了70多个小孩。那算上那些流产的胎儿，那就更多了。在权力的怂人之下，沃伦变得比魔鬼还魔鬼。例如每当新婚之夜时，他总会把新婚妻子带到园区的一个大房间，然后当着摄像机和其他女教员的面临幸这位新婚妻子。那根据粗略的估计，沃伦操控的这个教会呢，成员数量大概在6000到1万人左右。那问题来了，这么多教员真的全部真心臣服于沃伦吗？那如此荒唐的一夫多妻制度，就没有人举报吗？这么大迫害人性的恶魔组织，美国联邦政府又真的毫不知情吗？那其实并非如此。
因为早在沃伦上台以前，就有人试图曝光这个组织的黑暗秘密，但是因为种种原因，没能撼动这棵参天毒树。直到后来，一则上诉把这个组织推到了舆论头条。在2004年7月，沃伦的侄子布伦特向法院提起诉讼，控诉沃伦侵犯当时只有5岁的自己。而在布伦特的带头下，越来越多的前教员也加入了阵营，包括很多只有10几岁的未成年少女。虽然沃伦被很多人起诉，但由于证据问题，沃伦总是能躲过一劫。他从法庭上大摇大摆走出来后，沃伦的控制欲变得更加的丧心病狂。为了避免外界的打扰，他还把教会基地从犹他州边界搬到了德州。那这张图片上的白色建筑就是沃伦建造的新基地，它位于德州的埃尔多拉多附近，坐落在渴望西安牧场里。那趁着这次搬迁，沃伦对教会成员进行了一次大清洗。按照他的命令，不是所有人都能够进入新基地，但只有最纯洁、最虔诚的教徒才有资格。那会是谁呢？沃伦选的第一批人就是未成年女孩。那在一夜之间这些孩子被迫与他们的父母分离。他搬到新基地之后，沃伦就召开了教员大会，而在会上，他点了20多个长老的名，称他们罪孽深重，根本不是诚心的教徒。那迫于沃伦的权力以及随波逐流的附和，这些人最终被一一赶出了教会，而他们的妻子和子女则被重新分配给其他的教员。而为了捆住沃伦这个恶魔，检方需要更多的证据，而在几经辗转之下，他们找到了新证人艾丽莎。艾丽莎当时是教会中的一个女孩，可她的父亲却被沃伦巧立名目赶出了教会。而在艾丽莎刚满14岁时，她就被沃伦分配给她只有19岁的表哥。她不堪忍受的艾丽莎最后逃了出来。直到结束了墙外的世界，艾丽莎才明白自己10几年来到底经历的是什么东西。只可惜，当她明白时，她已经流了2次伤。后来，检方联系到艾丽莎，希望她能够在法庭上指证沃伦。在周围人的鼓励下，艾丽莎逐渐走到了前面。2006年4月，犹他州发布了对沃伦的逮捕令。紧接着在5月份， FBI 也将沃伦列为了10大通缉犯之一。对于这些逮捕令沃伦却一点都不慌张。他用教员上交的钱财尽情享受着人生。直到逮捕令发出4个月后的8月28号，警方在拉斯维加斯附近的高速公路上才逮捕了他。将沃伦扣押后，检方立即着手起诉。可开庭的第一天，局面就出乎了检方的意料。大批的教员聚在法庭外面，他们高呼这是对宗教自由的践踏，更是对美利坚自由与民主的侮辱。法庭之上，艾丽莎说出了自己的遭遇。她的证词证明了沃伦违反法律，包办未成年人的婚姻。在几番辩论下来之后，美国犹他州法院宣布沃伦罪名成立，判处10年监禁。紧接着，亚利桑那州和德克萨斯州的检方也相继起诉了沃伦。可是，仅仅在2年之后，犹他州的最高法院就推翻了一审时的判决。按照最高法院的说法，沃伦虽然主持了这场未成年人的婚姻，但是艾丽莎表哥对艾丽莎的侵犯，检方并不能证明是由沃伦促成的。而沃伦主持婚姻固然有罪，但是不至于要判10年。真正有罪的人是艾丽莎的表哥，所以压力就来到了检方这边。他们得找出新证据，证明是沃伦怂恿艾丽莎表哥强奸了艾丽莎。可是这个举证是非常困难的。而就在检方倍感焦虑时，上帝给他们送来了一个神助攻。
在2008年3月底，警方接到了一个16岁女孩的报警求助，对方称自己是 FLDS 的教员，1年前呢被教会强迫嫁给一个教员，为其生了一个孩子，现在又被强迫嫁给另外一个50多岁的教员。考虑到种种因素，德州警方决定突袭教会庄园。虽然警方没有找到那个报警求助的女孩，但是呢，他们却发现了几十个未成年孕妇，这就给了警方和政府充足的行动依据。他们直接带走了园区里的416个未成年孩子。而德州警方的这一击彻底惹恼了沃伦，他不惜重金聘请多位律师控告德州警方，还聘请公关洗白自己。拿人钱财替人消灾，公关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挑选了教会里的几对夫妇，让他们在电视台接受采访，控诉德州警方夺走他们的孩子。在交谈中，电视台的主持人反问他们，相比较于警方，当你的孩子被教会带走时，为何你不选择报警或者向法庭提起诉讼呢？对于这个问题，女教员解释说自己的精神状态不太好，没办法照顾孩子。主持人又接着追问，那你凭什么相信教会能够比政府更加照顾好你的孩子呢？要知道，你们教会中已经有很多未成年孕妇。对于主持人这些灵魂发问，这些教员呢面无表情，保持沉默。随着节目的播出，警方获得了舆论的优势，可要想扳倒沃伦充满超能力和魔法值的律师团，那就得找出更多实质性的证据。可不料意外又出现了，因为那个向德州警方求救的女孩，实际上呢是个跟教会毫无相关的33岁妇女。她此前呢就有几次报假警的案底。而更加尴尬的是，虽然警方的确在庄园里找到了很多未成年孕妇，可却一直找不到他们的出生证明。因为这些东西早就被沃伦藏了起来。没有出生证明，那就不能在法律层面上证明这些未成年孕妇是未成年孕妇。即使他们真的是未成年孕妇，而这些漏洞呢，沃伦的律师自然也是知晓的。所以最终德州法院宣布，由于检方证据不足，所以沃伦无罪。按照这群孩子父母的意愿，那法院呢只能要求检方把孩子送回庄园。至此胜利的天平偏向了沃伦这个恶魔。几年的缠斗下来，检方就发现，要想彻底扳倒沃伦，那就得找到一击致命的证据。为此，检方就问询了很多从教会里逃出来的教员，试图从中获得有价值的线索。最后还真的挖出了一条重要线索。有个叫做丽贝卡的前女教员透露，沃伦很可能把教会的重要资料藏在庄园里，其中就包括教员的出生资料、教会的运行资金以及其他的记录材料等等。后来在旋转时机后，警方就以安全排查为由，再次进入庄园搜查。找了大半天，终于发现了一个暗室。这个暗室的墙面被刷成白色，里面摆着一张床还有台阶。起初警员一直搞不懂这些东西的用处。沃伦这家伙专门搞个暗室，就专门为了摆一张床吗？不太可能吧。房间里应该还有隐藏着其他秘密。果然，顺着这个暗室，警方找到了一个保险柜。一番九牛二虎之力之后，他们打开了保险柜，结果发现里面装着许多硬盘还有录音带。探员把硬盘带回警局观看后，才知道原来这个暗室是沃伦专门用来对未成年女教员行使出狱之权的地方。所有人的第一次都被沃伦用相机记录了下来。在这些铁证面前，法院就以侵犯未成年儿童等多项罪名，判处沃伦无期徒刑。与此同时，
教会里其他的长老呢，也得到了相应的刑罚。那虽然沃伦最终锒铛入狱，但即使如此，一些教员呢，还是与众不改，还经常到监狱里探望沃伦。那对于 FLDS 的财产啊，如今大部分已经被当地政府没收，并且用于公益事业。而 FLDS 的丑闻啊，也被网飞拍成了纪录片，名字叫做《听话的孩子：邪恶的祷告与服从》。那从 FLDS 崩塌到现在已经过去了10几年，而有些人呢，虽然已经从教会里解放了出来，但是他们心里还是存在一堵墙，始终把他们困在教会里面。我是小袁，我们下期再见。